近日，印尼官方针对雅万高铁延期开启运营的谣言进行了澄清。发言人表示，雅万高铁工程进度正常，不会进行延期，将在今年的印尼独立日8月17日这天按照原定计划开通运营，一时激起千层浪。之前中老铁路的亮眼成绩单告诉所有东南亚国家，只要拥有铁路，国家的经济必将得到振兴。所以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眼看印尼的高铁即将通车，自然是心急如焚，羡慕与嫉妒的情绪掺杂在一起，纷纷就铁路问题向中国提出了自己的需求。那么参考东南亚国家老挝的经历，雅万高铁的开通究竟会对印尼有哪些影响？泰国和缅甸何时才能够像印尼一样拥有自己的铁路呢？请关注本频道，有了您的支持，我们才能坚持做下去。中老铁路举世瞩目，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近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已然成为了世界上一流的经济强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足够的气量和担当，更何况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本国先富起来之后，势必要带动周边邻国的经济发展。2013年，中国重磅提出一带一路计划，鼓励中国企业对外国项目进行投资，扩展自身业务的同时，重点帮助周边邻国振兴经济。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已经同150多个国家签署了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而在这之中就有中老铁路的身影。中老铁路是由中国主导修建的，起点在云南昆明，终点为老挝首都万象。2013年，两国敲定了正式的施工方案，中国境内的部分早已经在2010年开始建设，涉及境外施工的路段在2015年开始建设，整体工程在2021年年底全部完成并开启通车。中老铁路通车至今还不到2年，但带给老挝经济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整个铁路全长1004公里，通车之后，由昆明出发前往万象，列车运行时长为 10.5 小时，可以做到朝发夕至。如此便利的出行条件，让许多中国人纷纷选择坐火车去老挝旅游。中国的人口基数较为庞大，直接带动了老挝国内旅游业的发展。经济贸易方面，在中老铁路诞生之前，老挝的交通极为不便，其出口的香蕉、木薯、橡胶、纸制品等货物从本土运往欧洲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而中老铁路运行之后，这一出口的路程时间直接被缩短成了10天，极大提高了老挝对外贸易的运输效率。与此同时，因为中老铁路是东南亚通往中国的首条铁路，所以东南亚各国走陆运向中国出口货物均需要借到老挝。这样一来，老挝从曾经的陆锁国摇身一变，成为了陆联国，仅过路费这一项就为老挝带来了不少的收入。据有关部门预测称，未来每年将会有1400万人次使用中老铁路，这条铁路也将至少为20万老挝人提供就业机会。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老挝的经济整体尚处在一个低谷期，但随着疫情阴霾的过去，老挝经济必将因中老铁路而重振旗鼓，再创佳绩。延期传闻不切实际，印尼官方强势击碎谣言。其实不只是老挝，东南亚国家每一个都非常精明，印尼、泰国、缅甸这些国家眼看着中国铁路网给老挝带来的经济贡献，都想让自己的国家也拥有这样一条铁路线，然后利用它提振本国经济。其实最早盯上印尼铁路项目的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早在2008年时，日本就计划参与印尼雅万高铁的建设。日本国际交通顾问公司精英进出，来到印尼进行调研，并为印尼连续递送了3次关于雅万高铁的可行性报告，但印尼却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日本国际交通顾问公司在得知印尼就雅万高铁问题接洽中国企业之后，又派遣专员连续4次前往雅加达进行游说，但与之前一样，还是无功而返。相比于日本，中国基建的实力无疑更值得信赖。2015年，印尼正式将雅万高铁的绣球抛给了中国。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访华，与中国签订了建设印尼雅万高铁的协议。协议计划于2016年正式开工，计划在今年正式完工，开启运营。后经印尼政府考虑，将开始运营的准确时间定在了今年的8月17日。
雅万高铁是由中国企业作为主要承建者进行建设的高铁，也是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条高铁。这条高铁以雅加达为起点，万隆为终点，全程共142公里，设定4座车站，列车从起点行驶至终点，耗时仅需不到1个小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然而，随着雅万高铁开通的日期日益临近，各种不和谐的谣言也流传了出来。前段时间，一条雅万高铁预计延期通车的消息在西方媒体中持续发酵，没过多久，延期通车的消息持续扩散，许多人都对中国的基建能力产生了质疑。好在谣言就是谣言，在现实面前很难站得住脚。6月9日，印尼政府召开议会工作会议，会议中有人提起雅万高铁延期开通的话题，当时主持印尼对华合作事务的官员卢胡特立即做出了表态。他说，我们不要听信外界谣言，雅万高铁直到现在都没什么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很明显，雅万高铁延期开通的谣言是西方国家为了抹黑中国和印尼而做出的小人行径。卢胡特的发言无疑让谣言不攻自破。随后，卢胡特还热情地邀请了议员们参加本月进行的雅万高铁300公里时速测试。会议现场氛围十分轻松愉悦。不久之后，中印尼高铁合资公司相关负责人跟进了雅万高铁的建设进程。官方表示，雅万高铁将在9月份进行试运营，计划10月份完整投入商业运营。届时，印尼人民的出行必然会变得更为便利，其国内商业发展的效率也将大幅提升。中泰铁路开通在即，泰国政府再三要求提前工期。谁曾想到，得知雅万高铁即将如期开通的消息，心中最难受的不是曾经与中国竞争失败的日本，而是与印尼邻近的东南亚国家泰国、缅甸。早在2015年，泰国就与中国达成了合作协议，计划修建一条中泰铁路，从中国云南昆明到泰国首都曼谷，全长共计867公里。签订协议时，泰国方面计划2015年就可以正式开工，但实际上，项目的一期工程却在2017年才正式开工，工期历经10年，预计2027年年底完工。对比已经开始运营的中老铁路，为何泰国的铁路修建耗时如此之长呢？这里面共有2个原因制约，其一是修建铁路的难易程度。仅为每小时160公里，而中泰铁路的规格和修建难度则比较高，是双轨道的标准化铁路，设计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50公里，修建一条规格较高的铁路，时间自然就要长一些了。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预算不足，中老铁路是由中国和老挝合资建造的，中国承担70%的工程资金，老挝则出资30%，中国财力极为雄厚，支付这笔钱不在话下，所以工程进度自然可以得到保证。但中泰铁路则不是这样，其是由泰国独自出资修建的，中国方面只提供技术，不负责出资。东南亚国家多数贫穷，泰国经济也不宽裕，修建铁路是一笔庞大的开支，一期工程的总投资额为51亿美元，这让泰国承担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工程进度也自然是走走停停，无法与当年的中老铁路相比。而正当中泰铁路接近竣工之时，却有了变数。近日，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在会议中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想办法加快中泰铁路的建设进度，抢出1年的工期，在2026年年底修建完毕。原来，东南亚所有国家的心里都清楚，有了铁路，就有了振兴经济的资本。现在，印尼宣布了他们的雅万高铁如期开启运营的消息，泰国自然是十分羡慕和嫉妒，也想要快速拥有一条自己的铁路，所以他们才恳求中国加快工程的进度，争取提前完工。泰国的催促行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提升中泰铁路原计划的修建速度，不但会增加工程的人力物力成本，更对工程的安全性有着更高的要求。都说欲速则不达，如何在提速的同时确保工程的质量符合安全性相关标准，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反过来想，泰国要求中国提速修建铁路这件事，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机遇。当代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证明过自己在基建方面的雄厚实力，如果真的能够如泰国所愿，
实现对中泰铁路的提前完工。那么中国的基建实力也将再一次为世界所惊叹，曾被日本带跑偏，这一次缅甸或将迷途知返。看到印尼雅万高铁如期开启运营的消息，缅甸也拥有与泰国一样的心情。其实中缅铁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间跟中老铁路差不多，在2011年时，中国与缅甸就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双方计划迅速开启中缅铁路的建设工作。铁路从云南昆明途径大理、瑞丽一直修到缅甸的大城市仰光。如果工作顺利，中缅铁路将在2014年正式开通运营，届时缅甸的天然橡胶、工艺首饰制品等特产将更方便的出口中国，背靠中国庞大的市场，让自己本国的经贸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就在双方合作即将达成之时，却出现了变数。中国在铁路方面的竞争对手日本突然拦在了中间，向缅甸承诺以更低廉的价格修建铁路，还可以向缅甸提供低息贷款，减轻缅甸的经济负担。看到这样的好事，缅甸政府禁不住诱惑，立刻将中缅铁路的计划搁置了，并且对外宣称是因为自己本国的国民反对，所以才决定停止修建中缅铁路。但明眼人都清楚，铁路的修建受益最大的不是国家，而是老百姓。怎么会有老百姓抗拒修建铁路呢？后来的结果也验证了缅甸政府的荒唐。缅甸政府后续请求日本兑现承诺，可日本当初的目的是为了与中国进行恶意竞争，而现在中国放弃该项目，日本自然没有必要介入成本高昂的缅甸铁路。于是日本随便找了几个理由延迟了与缅甸关于修建铁路方面的合作协议签订。几年过去之后，这件事情自然就慢慢淡化了。现在中老铁路给老挝经济带来的改变有目共睹，印尼的高铁即将通车，中泰高铁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而中缅铁路却连基本的施工日程和协议都没有，这怎么能不让缅甸政府揪心呢？在这样的背景下，缅甸迅速迷途知返，主动联系到了中国，要求重启中缅铁路的修建计划。大美中华，有容乃大，中国并没有与缅甸之前的错误行为计较，而是同样很积极的配合缅甸的铁路修建计划。截止今年6月底，中缅双方共计召开了4次会议，通过4次会议，双方敲定了由中国主导在缅甸进行10个项目的修建。10个项目之中有2条铁路，计划长度合计为1200公里以上，其余的是水路和公路。目前中缅双方的合作还在会议讨论阶段，有媒体猜测，如果合作顺利，中缅合作的诸多项目将在2026年左右正式开工。相信随着缅甸交通方面的便利性得到升级，其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会进一步好转。结语：要想富，先修路。东南亚各国如果想要摆脱贫穷，与中国合作修建铁路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雅万高铁即将如期开通，继中老铁路之后，中国基建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自身的雄厚实力。配合上泰国和缅甸的反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南亚铁路网的正式形成似乎已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